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，道听途说不如听我说说。大家好，这里是道听途说，分享不同的故事，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。明朝时期，在绥阳县有一对兄弟很是苦命，母亲在3年前不幸病逝，而家中唯一的父亲也在前几日意外身亡，留下兄弟俩相依为命。父亲去世，家中的长子只有10岁，名叫鲁承安，弟弟叫哥哥小5岁，名叫鲁弘毅。家中无长辈，街坊邻居见兄弟俩可怜，主动帮忙料理了丧事。然而以后如何能够活下去，对兄弟俩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考验。鲁承安虽然年纪小，但是有句古话说得好，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。他看着年幼的弟弟处处需要照顾，担当这个词已经渗入到血液里，催使他必须好好努力。虽然哥俩举目无亲，还好街坊能够帮衬一下。鲁承安也经常去街坊家里干些农活家务，也算提前体验了生活的艰辛，向他人学习一些生存的技能。就这样，兄弟俩慢慢长大了。5年后，鲁承安已经变成一个皮肤黝黑、身体结实的大小伙子。本来有人给他介绍能够拜师学徒的工作，可是因为弟弟还年幼，他放心不下，便找些短工零活来做。偶然的一次机会，他看到有位老者扛着扁担，挑着货物在街上贩卖，于是好奇上前攀谈了几句。老者觉得他虽然年纪不大，但是听说他的家境后心生怜悯，于是便多介绍了一些自己的买卖。鲁承安听得认真，觉得这份工作虽然也是辛苦，但是只要找到门路，也能够养家糊口，于是便跟着老者学着做起了小买卖。过了一段时间，鲁承安理清了这里面的门道，经过深思熟虑之后，他有了以后干起贩卖散酒的打算。因为农村的家庭很多买不起成瓶的酒，再加上想要买酒都得去镇里大一点的酒馆才能达到，很是不便。有需求就会有买卖，于是鲁承安挑着散酒走街串巷，也是给想喝酒的人制造了便利。就这样早出晚归，虽然挣不到大钱，但是也算能够谋生养家。每当回到家中，弟弟鲁弘毅都会从睡梦中醒来，嚷嚷哥哥有没有给自己买好吃的。看到年幼的弟弟惹人怜爱，鲁承安也会时不常地买些小吃回来，哥俩一人一半，虽然不多，但也都开心知足。哥俩的生活相比以前有所改善，感情随着年龄的增长也在逐步加深。一晃3年过去，此时鲁承安已经18岁，卖散酒的生意，凭借他不做手脚，为人诚实，获得了不少客户。也正因为如此，卖酒的店家开始眼红，于是便在酒中掺水，并开始涨价。鲁承安见店家如此蛮横，也无可奈何，想着别的地方酒馆应该也不会如此，于是便来到附近县城的酒馆进酒。这日，他带着进酒的银两来到附近的县城，此时大街上熙熙攘攘，异常热闹。然而一处偏僻的角落却围着一群人，让他感到很是新奇，于是上前一步挤进人群。只见角落里跪着一位姑娘，身披白布，哭哭啼啼，在她前面摆着个木牌，写着卖身葬父，而她身后躺着一位老者，老者已经闭目咽气。鲁承安询问旁人才得知，原来这位妇女为了逃荒来到此地，谁知父亲偶感疾病，不幸去世。众人纷纷摇头表示惋惜。鲁承安想起了自己的身世，对女子的经历感同身受，他上前一步蹲在地上说道：姑娘，我同你一样，很早便没有了爹娘，你的感受我能够理解，但是还不至于卖身的地步。正巧我这里有些银两，我来帮你把父亲安葬了吧。那位姑娘含泪抬起头看着鲁承安，见他表情真诚，并非狂语，于是点点头说道：谢谢恩公，小女子无以为报，如有来世定会做牛做马。鲁承安将姑娘扶起说道：同是天涯沦落人，
姑娘不必客气，以后的路还长着呢。你看我现在不是活得好好的，以后你也要好好活下去，这样才对得起咱们的父母。姑娘点点头，感激涕零道：我知道了。就这样，鲁承安不仅出钱，并且也陪着姑娘将父亲安葬，打理一切事务。两人在此期间，对双方的家庭情况都进行了介绍。原来姑娘名叫程应，今年16岁，母亲也是在她很小的时候便去世了，现在家中仅有她一人了。经历过人间疾苦的她，也提前懂得人情世故。等到将程应父亲安葬完毕后，她拉住了鲁承安说道：承安哥哥，我现在举目无亲，如今你也知道我的情况了，如果你不嫌弃，就娶我为妻吧。鲁承安没想到程应竟然如此直接，嘴巴咧了老大说道：程妹，你说的这是哪里话？我怎么会嫌弃？我求之不得啊。说完，鲁承安又叹口气说道：可是我家中的情况你也知道，如果你嫁给了我，以后恐怕要吃苦了，我不忍心。程应心平气和地说道：哥哥果真是个善良的人，你且宽心，既然我答应你了，便会接受你的家，从此你的弟弟我也会帮忙照顾的。鲁承安抱住了程应，笑出了泪水说道：我的好妹妹，以后我会好好努力，不让你受苦。就这样，虽然鲁承安错过了敬酒，但是却如愿找到了媳妇。也正是因为这位程应，让鲁家从此发生了变化。鲁承安与程应成家后，二人分工明确，丈夫外出安心做生意，妻子料理家中事务。这一切对于哥哥来说简直是梦寐以求的生活，然而对于弟弟鲁弘毅来说却是噩梦的开始。鲁弘毅因为哥哥经常外出做生意，家里无人管教，为了打发时间，经常和外面的人一起鬼混，整日游手好闲。自从嫂子进门后，他经常被嫂子安排做这做那，有人叫他出去玩，嫂子也经常制止。鲁弘毅觉得这个嫂子只比他大个2-3岁，凭什么管自己？心中充满怨气的他便和哥哥打起小报告。哥哥鲁承安开始也会耐心劝导，说嫂子都是为了你好，他虽然年纪不大，但经历过苦难。弟弟却觉得哥哥自从成亲后变了，不再只把他放在第一位，心中充满了失落。嫂子看出了他的心思，便允许他一天出去一次，并且按时回家。鲁弘毅虽然能够出来玩，但是心情很是不爽。别的伙伴也都调侃，说他家里多了个母亲。他也觉得嫂子管得太多了，自己之前没人管，不也过得好好的？就这样，弟弟和哥哥嫂子的之间关系产生了微妙的变化，渐渐的与他们夫妻二人说话也少了起来。程应看在心里，也只能暗暗叹气。就这样，时间一晃，5年过去了。此时，弟弟鲁弘毅已年满18岁，已是血气方刚的大小伙子了。他早已不把嫂子放在眼里，整日依然出去游手好闲，不思进取。手头紧张的时候，便去磨着哥哥要钱。鲁承安心疼他，便偷偷拿钱给他。谁知鲁弘毅花销一天比一天大，最后还是被嫂子发现，最终收缴了哥哥的小金库，弄得他捉襟见肘。那些跟他一起玩耍的朋友怂恿他，既然现在已经年满18岁，应该成家立业才是。可是成家之前，先得分家吧。鲁弘毅一听，也觉得朋友说的有道理，既然自己现在被嫂子断了财路，何不分家？这样自己无拘无束，岂不是更好？可是还没等他向哥哥嫂子通气，这天嫂子却主动将他叫了过来。程应看着吊儿郎当的鲁弘毅，强忍着内心的愤怒说道：弘毅，现在你也不小了，我跟你哥商量过了，眼下你已成人，我们也不便多管你，今天咱们就把家分了，以后你自己过。鲁弘毅瞪大眼睛看着嫂子，又转头看了看哥哥，他没想到自己还没说，嫂子却先提出来，这让他感到很意外，
毕竟从小是哥哥照顾他长大的，兄弟之间的点点滴滴历历在目。要是自己说出分家还好，可是让嫂子先说出来，心中不免感觉很是别扭。可是他又不能说出来，现在嫂子已经把事情摆在台面，也由不得他了。程应继续说道，咱们家也没什么大的产业，只有4间房，我跟你哥商量好了，2座新盖的房子分给你，我们俩住旧的。至于钱吗？你哥这几年也赚了些积蓄，大部分都给你。说完，程应把一个包袱放在桌上，然后便走了出去。鲁弘毅看着哥哥说道，哥，这个家我本来不想分，可是你怎么什么都听嫂子的，一点主见也没有。自从你们成了家，一点都不把我当回事，我还是你弟吗？鲁承安抬起头看着弟弟，他此时才认真地端倪这个跟他活了10多年的亲人，原来那脸稚嫩已经不在，已经是个大小伙子了。他叹口气说道，弘毅哥从小惯着你，没想到你竟然这样说你嫂子和我，你怎么就不理解我们的良苦用心呢？你瞧瞧你现在成什么样了，我在你这么大的时候都在干什么，你都忘了吗？鲁弘毅第一次被哥哥当面训斥，不由得一惊。哥哥的话让他顿感羞愧，他记得哥哥这般大的时候已经挑起家中的重担，可是自己就是气不过，为什么嫂子来了之后总是和他作对？哥俩心中都有怨气，就这样无言以对。不一会，程应领着街坊走进了屋，原来是给这次分家当中间人的。鲁弘毅看了看中间人，是多年的街坊，曾经帮助他们哥俩很多。他又看了看嫂子，想起嫂子进门后就对他百般作对，眼下就要分家都是他造成的，于是把心一横说道，我哥比我大几岁，工作了那么久，已经有了自己的生意，可我现在什么都没有，所以这些积蓄应该都给我才行，让我有做买卖的本钱。还未等哥嫂反应，中间人却不乐意了，怒道，弘毅，你这话说得太没良心了吧，你哥从小便开始干活养你，你不知恩图报，现在已经把新房给了你，你还不满足？鲁承安看着弟弟，气不打一处来，直接站起身走了出去，到门口说道，他愿意要多少都给他，我要看看这小子以后有什么出息。鲁弘毅本想气嫂子，现在却弄得哥哥也一走了之，他恶狠狠地看着嫂子，而嫂子却深闭着眼不说话，过了半天才睁开湿润的眼睛说道，好，都依你，这些积蓄我们不要了，但你要记住，分家后便是各过各的，若是你以后有什么变故，别怪我们翻脸无情。就这样，兄弟俩在中间人的见证下分了家。这位中间人也是唉声叹气，最后指了指鲁弘毅，也不多说便走了出去。自此以后，鲁弘毅无所事事，不是在家躺着，就是出去和朋友鬼混。而鲁承安因为之前做生意诚实守信，落下个好名声，因此先从酒馆赊账再倒卖，也能够应付得过去。程应见丈夫辛苦，再加上现在没有了周转的本钱，便开始尝试在家中酿酒，想要凭此让贩酒的买卖增加些利润。时间一晃，几个月过去了，同在屋檐下，鲁弘毅一直与哥嫂未曾说话，而哥嫂也都对弟弟放手不管。年轻气盛的鲁弘毅没有了管束，犹如脱缰的野马。开始的时候，那些朋友一起和他胡吃海喝，渐渐的他的积蓄被吃空，这些朋友们便坐不住了，想要找个门路应付目前的困境。这些朋友年龄和鲁弘毅相仿，大都是懒散惯了，没有正经的本事，因此便想依靠歪门邪路获取些钱财。经过几人的商议，他们最后决定向本地的财主柳富贵下手，因为他们都是贫穷家的孩子，又看到柳富贵家大业大，如果偷些银两还能够打着劫富济贫的旗号。就这样，几人趁着天黑摸进了柳富贵的家，可他们不知道的是，
能够做到家大业大，绝不是等闲之辈。几人还没见到财物，就被柳富贵及家丁全部抓获。此时，刚从外面饭酒回来的鲁承安见弟弟的屋子黑着灯，便向程应问了一嘴弟弟的去向。程应走出屋内一看，果真小叔子的屋黑着，开始着急起来。他们二人四处寻找，终于得知鲁弘毅被抓的消息。于是程应赶紧让丈夫去柳家求情，不然小叔子这辈子就完了。好在柳富贵深知鲁承安的为人，因此便单独的把鲁弘毅放了。当鲁承安看着鼻青脸肿的弟弟时，真是既生气又心疼。就这样，哥哥扶着弟弟回了家。此时程应已在家中等候，她坐在屋内，见丈夫将小叔子领了进来，看到全身是伤的鲁弘毅，她咬了咬嘴唇说道：弘毅，今日的事情你也看到了，大道理我也不讲了，我就问你，你是不是个爷们，是不是个男子汉？鲁弘毅本来低着头，像个做错事的孩子，但是听到嫂子这么说自己，他抬起头吼道：我当然是，好汉做事好汉当。程应点点头说道：好一个好汉做事好汉当。那我问你，你可知今天如果不是你哥哥将你接回，会有什么后果吗？鲁弘毅大义凛然道：有什么后果我都能承担，大不了18年后又是一条好汉。看着倔强的小叔子，程应也不气，毕竟生活了这么多年，他也了解了小叔子的脾气。程应反而笑着说道：好，那我告诉你，你哥哥把你接回来可不是简简单单说句话，你懂吧？鲁弘毅想了想，他明白了嫂子的意思，虽然哥哥名声在外，但是遇到这种事情，怎么会卖人情便能把他放了？肯定是哥哥送了银两对方才可罢休。他冲嫂子点了点头说道：我懂。程应接着说道：那好，你听好了，是男子汉都不会欠别人家的人情，这次你哥哥救了你，算是你欠了我们的债，这债是要还的，你认不认？见小叔子点头，程应继续说道：我也知道你现在已经没了积蓄，我跟你哥商量好了，以后你就跟着你哥一起做买卖，直到把债还清了为止，你同意不同意？鲁弘毅被嫂子说的低下头，嗯了一声，算是答应了。从第二天开始，鲁弘毅开始跟着哥哥出摊，天还没亮，哥哥就把他叫醒，之后收拾一番后便一起出了门。他此时才深刻体验到，原来别人说的辛苦是这样的，自己以前一直睡懒觉，根本就没有这么早起过床。辛苦这个词，确实只有亲身经历才能体会到。跟着哥哥走街串巷，他也慢慢体验到了人情冷暖。原来做买卖没有想象那般你买我卖，这其中还要经历很多波折。有的人想占便宜，少给钱多要酒；有的赊账不给钱，甚至还有同行从中使绊子等等。经过几个月后，鲁弘毅算彻底明白，靠自己的双手赚钱是多么不易。他又联想到之前分家时说出的那些话，又悔又恨。慢慢的，他理解了嫂子和哥哥一片苦心，渐渐的也与他们开始说话。由做生意的门路开始，哥哥知无不言，嫂子见他慢慢在改变，很是欣慰。遇到天气不好没有外出的时候，也会教他如何酿酒的手艺。要说论头脑，鲁弘毅脑瓜其实很聪明，比如跟哥哥一起外出，针对哥哥某些交易的细节，他也会说出自己的看法。哥哥照做后，果然比以前有了很大的改善。嫂子教他酿酒，他一边琢磨一边学习，对酿酒的手艺也从中改善，效果很是明显。哥哥和嫂子看在眼里，既开心又欣慰，这小子终于长大了。1年后，家里已经能够自己酿酒，做到自给自足，并且鲁弘毅也能自己出去做买卖了，日子相比从前有了很大改善。然而正当他们准备一展宏图的时候，那些之前被抓了的朋友却刑满释放归来。
他们第一时间找到了鲁弘毅。嫂子见小叔子跟这帮人走了出去，开始担心起来。鲁弘毅此时已经走上正路，面对这些以前的朋友，不知该如何解释。可是这些朋友却是不容他解释，把他找来便是秋后算账，报那牢狱之灾的仇。原来他们几人在牢中一直记恨柳富贵，要不是他们怎会落得如此下场？他们经过商议，准备再次前往柳富贵家里，这次不仅要拿些钱财，更要将柳富贵教训一番。鲁弘毅一听开始慌了起来，要知道上次是偷，这次性质却变了，不只是抢劫，弄不好算是杀人越货了。他想起上次的时候，哥哥为了他卑躬屈膝，嫂子为了他愁眉不展，这次他不想重蹈覆辙，但是碍于朋友们人多，最后他被众人夹着来到了柳富贵家。来到柳富贵家门口，他打起了退堂鼓。其中一人说道：弘毅，你太不够意思了，上次我们都进了牢房，只有你一个人侥幸，这次你就不能和兄弟们同甘共苦吗？鲁弘毅深知自己想逃也逃不了，这帮人如果狗急跳墙，弄不好还会连累哥哥和嫂子。他站在后面一动不动，众人见他如此扭捏，只好说道：这样吧，你在外面探风，我们进去。说完，众人便散开，按照之前的计划，分别从不同的地点潜入柳富贵家中。鲁弘毅站在外面胆战心惊，不知道自己现在应该如何是好。不一会，只听见里面异常嘈杂。当柳富贵家中大门打开后，他却看到那些朋友全部被五花大绑起来，在这些朋友身边分别站着县衙的官差。他很庆幸自己没有参与其中。眼见这些朋友被县衙的官差一个个全部带走，他站在原地不知所措。不一会，只见鲁承安和程应相继从柳富贵家中走了出来。鲁弘毅这才明白，原来是他们救了自己。回到家中后，鲁弘毅跪在哥哥和嫂子面前，他忏悔道：哥、嫂子，弘毅知错了。哥哥忙将他扶起，嫂子也抹了抹眼泪，随后便将一个包袱拿了出来，说道：弘毅，这是1年来你的工钱，现在你懂事了，我们可以放心的给你了。鲁弘毅哭着说道：嫂子，这钱我不能要，您对我的恩情，我无以为报，以后我还是希望您多管教管教我才是。就这样，一家人终于和解。在以后的日子里，鲁弘毅的生意越做越大，成了当地有名的酒老板。而他在富有之后，也没有忘记这个含辛茹苦把他养大的哥哥，以及没有血缘关系的至亲嫂子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。看完这个故事后，不知道您有什么感想？欢迎在下方留言，不要忘了点赞和订阅，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